如果饒我死罪，再給我足夠多的時間，我能帶你們走進秦始皇陵。上百個考古專家都不如我一人。能說出如此囂張至極的言論可不是一般人，他便是号称21世紀的盜墓祖師爺，當代摸金校尉第一人，华中第一盗墓賊的姚玉忠。而上文的言辞便是他被抓捕時向警方立下的投名状，希望以进入秦始皇陵为代價换取減刑。而他的言論並不是无的放矢，在姚玉忠30多年的盜墓生涯中，他曾取到各種古墓中倒上千次，经他翻肉粽的古尸800多具，改造的洛陽铲更是将盜墓行業提升到了另外一個高度，帶着徒弟分金定学無術，甚至很多電影中出現的場景放在他身上都算小兒科。相傳他從不走無用之路，意思便是姚玉忠的尋學之法非常了得，從來不會浪費時間。後來被抓捕時，警方初步清點整理出了超過5億的古董，而他海內外的個人賬戶卻只有區幾萬元。後來據姚玉忠表示，從地底下挖出來的東西太過晦氣，一定要及時的散去，不然會有報應。而看過北派盜墓筆記的觀眾老爺肯定還記得書中的一個角色，那便是奇人姚師爺。雖然作者從未說明姚師爺的原型或者經歷，但自從姚玉忠被捕之後，所有讀者都明白了，原來姚師爺的原型竟然是真實存在的。而當我們深入了解這位當代第一摸金校尉時，他的經歷遠比我們想象中還要離奇。姚玉忠其實並不像網傳那般出生於盜墓世家，相反，他的原生家庭極其的貧困。1962年出生的他，老家在內蒙古的赤峰市，兄弟姐妹足足有8人。姚玉忠從小就因為貧困營養不良，小學2年級便輟學回家打工務農，但老天惡不死瞎家巧，姚玉忠的老家可是一塊難得的寶地。因為赤峰市是著名的紅山文化遺址，數千年來藏在大山之內的古墓數不勝數，甚至有時候一旦到了雨季，山上都會有各種的文物被沖刷下來。這種潑天的富貴放在那個年代簡直和天上掉錢沒有區別。當地很多成年人1不打工2不務農，整天扛着鋤頭進山挖寶，久而久之，就連外地的專業盜墓團夥也進入了山中，而山下便是各個國家的古董販子，不管賣價開價多少，他們通通收購。所以在那個年代，我國遺失了數不清的珍貴文物。而在姚玉忠成年之後，他的機遇也來了。一次機緣巧合下，他在市場的地攤上看到有人在出售書籍，地上擺的全是郭璞的藏經和風水八卦等書籍。於是姚玉忠便花光了積蓄，隨便買了幾本。要知道，這些書籍就算放到大學生手中也很難讀懂。可小學沒畢業的姚玉忠卻對此非常有天賦，並且很快將書中的內容用於實踐。白天登山研究山脈走勢，晚上結合當地已經發現的古墓進行驗證。時間不長，他便成為了一名摸金校尉。起初他根據自己的判斷找尋一些小型古墓，用挖出來的瓶瓶罐罐換取錢財補貼家用。幾年時間裡，經他定的穴位幾乎沒有出現過錯誤。很快姚玉忠在當地就有了名氣，追隨他的人也越來越多。這可不是姚玉忠想要收徒，而是不收不行。因為不管白天黑夜，只要他一有動作，身後便跟着幾十名肩扛洛陽鏟的年輕人。經常出現姚玉忠只是坐下休息，地上就出現幾十個坑洞的搞笑情況。沒辦法，姚玉忠只能被迫成立了盜墓團隊，並承諾了給他們3期分成。隨後的日子裡，姚玉忠只負責定穴。漸漸的，他已經看不上了小打小鬧，慢慢的開始對一些大型墓葬下手。時間到了2014年，赤峰市警方破獲了11起盜墓案，結果每一個都和姚玉忠有關係。這個時候的他才進入警方視線中，但姚玉忠的做事極為謹慎，一不出面賣貨，二沒有銀行卡交易，只收取現金。於是警方只能長期扮演古董買家，在當地排查。結果無意中來到了姚玉忠弟弟開辦的古玩店，其中一個專家一眼便看到貨架上了紅山文物。在接下來的幾番交談中，終於確定了姚玉忠的行蹤。就這樣，2014年的12月6日，警方在內蒙古的寧城縣抓到了號稱當代第一摸金校尉的姚玉忠。而他的家中還藏有文物2000多件，其中一級文物220個。2016年，姚玉忠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。而為了能保住性命，他表示如果給他時間，那麼必定能進入秦始皇陵。而到了現在，姚玉忠的生死已然成了謎。有人說他已經死亡，有人說他目前還在獄中，還有人說像姚玉忠這樣的人才已經被招安。但至於這些猜測，已然無從考證，大家全當故事聽聽就好。